你好，我是莹莹，欢迎收看荧光笔工作室。今天我们要来聊邪教。是的，邪教听起来好像很遥远啊，但是其实他们离我们超近的。比如前阵子被马来西亚警方逮捕的全球兄弟集团 GISPH 呢，就被指控洗脑、虐待，还有性侵未成年，还以宗教的这个名义呢逼婚信徒，甚至呢隔离他们的家人。其实呢，马来西亚以前就有一些被政府判定为邪教的组织，比如在1950年代提倡性解放的太阳教 Sun Religion，2000年代呢有这个崇拜教主还有茶壶圣水的天国教 Sky Kingdom， 以及呢全球兄弟集团有关联，教主说自己可以跟先知沟通的这个奥尔跟 Ar-Akam。至于国外呢就更夸张了，中国呢就有灵修课程诱骗信徒变卖房产，缴纳天价的培训费。还有之前呢被大家热烈讨论的这个韩国社里教呢，他们甚至拥有遍布亚洲的10万名信徒，可是呢这个教主却多次性侵女信徒。日本呢还有人用 UFA 的影片来洗脑女生，恐吓她说，如果你不跟我上床，就会被外星人剥皮吃掉。你以为这样已经很扯了吗？来，下面这一张照片，噔噔噔噔，他就是中国的银河联邦的教主。他说地球已经被这个黑暗的力量呢统治，教主呢是地球的守护者。他只用短短的几个月就招到了数万名的信徒再加上最近呢，在台湾的 YouTuber 圈子里面呢，也是很热烈的在讨论的这个邪教的话题。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这一些感觉上好像上当的人都傻傻的，我才不会这么容易被骗呢？先把你这个自信呢收起来。根据这个劝说心理学，除了邪教，那一些万人崇拜的 guru 了、money game 啦、政治人物黑社会甚至是广告传销呢，都是用着相似的这个心理学套路来控制你的潜意识。今天呢，就让我们荧光笔呢一步步来跟大家一起学习邪教的心理操纵吧。那我们不是要你拿来当教主不要拿来当这个教学我们只是要避免你成为受害者而已，或者来比对一下你自己是不是已经被洗了呢？ Step 1， 有魅力又自我欺骗的教主。只要呢有邪教呢，都会有一位教主自称为神的代言人。通常呢，只有这位独一无二的教主呢，他才有资格带领大家上天堂，或者是避开这个灾难。而且呢，这些教主呢都具备一种人格魅力，就是呢，他能够让群众愿意听他说话，他也很容易说服群众。那说到这里，你是不是开始想到一些熟悉的面孔了呢？因为呢，这不仅仅是限于教主有很多的政客或者是什么 guru money game 的老大，他们都有类似的特质。他们会用各种的话术，让大家感受到呢，他是无条件的付出，还有接纳，让大家觉得他好理解我而且更有趣的是呢，他们也同时具备某一种人格障碍。他们不单只呢会迷惑别人，也会迷惑自己，连教主自己也会自我欺骗，说谎说到呢，觉得呢自己呢还真的是救世主。Step 2， 内心脆弱的受害者。有研究就显示越是焦虑不安，越是对未来感到彷徨，越是有财务压力的人呢，你的大脑的这个前扣带皮质区呢就会越来越活跃，这也会导致你呢会对这个宗教产生更强烈的反应。而且呢，无论有没有高学历，有一些人天生就是比较容易受到邪教的影响。比如说依赖型人格，他们天生呢就是过度的顺从，不敢拒绝，缺乏独立性，所以呢他们就更容易的迷失自己，被这个邪教控制。还有一种呢就是高暗示性人格，他们接收资讯的时候缺乏这个分析可信度的这个能力，所以呢都非常容易上钩。最后呢就是失衡的自恋。你以为呢只有带大家上天堂的教主，或者是教你发大财的 money game 老大才会自恋吗？其实呢有很多的信徒呢都有自恋的心理因为他们一方面呢是缺乏自信，一方面呢又抱持着梦想，所以呢加入非主流的邪教或团体的时候呢，不单只让他们很轻易的获得认同感，也让他们的自我感觉更良好。 Step 3， 封闭的团体与从众的效应。通常邪教呢会设计成一个封闭的团体，让信徒呢疏离外界，只依赖内部的圈子，而且呢这个圈子呢会排斥呢跟自己价值观不一样的人，来加剧这个同温层的情况。结果呢，信徒就会在群体的这个压力下呢，逐渐放弃自我，以尽量融入大家，进入一种别人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的这个状态。而更可怕的是这种封闭的环境呢，还会引发团体极
化的这个现象。什么意思？什么是团体极化？意思呢就是呢，在封闭的这个团体之内呢，成员们所做的这个决策，往往比起一个人更极端。就比如说有一个人呢，他很爱冒险嘛，那他一般上呢，他自己做计划的话呢，他只会 plan 他自己去登山罢了。可是呢，当一群爱冒险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可能就会更 aggressive 一点点啦，可能不单只是登山，还会选择去高空弹跳。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呢，一些外人看起来非常的荒唐，甚至是危险的邪教行为，对信徒来说却是理所当然的。Step 4，登门槛效应。那这种心理技巧呢，也叫做得寸进尺法。你有没有试过啊？就是路过路边的这一些推销员呢，他们就会讲，Miss， 可以耽误你1分钟填一个表格吗？填完后，Miss， 你要不要听一听哦，我们的这个新产品嘞？听完之后呢，又Miss， 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做这 promotion， 你要不要买一个嘞？你买一个了之后呢，还会Miss， 我们现在买3送1，你要不要买多几个嘞？那就这样循序渐进又得寸进尺，是不是很熟悉呢？这个就是利用人通常会倾向于前后一致的人性。如果呢你表现不一致呢，你的大脑就会产生矛盾，所以呢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既然我刚刚一开始都 say yes 了，那后面呢就 yes 买下去咯，很难拒绝。而邪教呢就把这一招呢用得炉火纯青因为呢他们并不会呢一来就要你捐出你所有的这个身家或者是完完全全要改变你的生活，他们呢是会让你慢慢的适应。一开始呢就只会要求你听他们说几句，然后呢就要你祷告，再来呢就是当义工，然后呢就是小额捐款，再来的就是奉献财产，到最后呢限制你的交友圈，让你跟你的家人断绝往来。如果你一步一步照做的话呢，你就不会觉得有什么异常了。当然我们现在讨论的是邪教，不是所有宗教团体都是邪教，但是要小心判断。Step 5，占据你的所有时间。当邪教成功的切断了信徒过去的生活，断绝你跟亲友的联系，他们呢就会开始占据你的所有时间。当团体的成员变成你唯一的家人，然后呢组织就会跟你说，外面的世界呢都误会你了，你的亲友们呢都不了解你，然后他们呢就会帮你安排一些密密麻麻的活动还有工作，比如说传教卖书上课祈祷等等，让你呢逐渐失去外部的资讯，更加就没有独立思考的时间还有空间了。直到最后呢，邪教就会变成你生活的全部。那为什么邪教要这样做呢？因为这些都是洗脑的 prep 来的。Step 4，精神控制 AKA 洗脑。所谓的精神控制呢，就是不断的对一个人施压，来借此瓦解他的思维，再强行植入一个全新的价值观。就像纳粹说过的，谎话说1000遍就是真理。那邪教洗脑呢，就是利用这一招，重复再重复。我们一连5晚不断的重复再重复整个的解剖过程，务求让大家能够重复再重复的看个仔细。有一本关于洗脑的书就有说到洗脑的这一个关键方式就是隔离当事者，控制他接受的资讯，制造高压疲劳又情绪化的不安环境，然后呢再不断的灌输新观念。例如呢，邪教呢会进行冗长或密集的这个祷告，甚至呢剥夺睡眠时间，让信徒的脑部呢进入了慢性疲劳的状态，借此来控制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最后呢，这个信徒呢就会变得非常的顺从，更加容易被洗脑了。那另外呢，其实恐吓也是一个有效的手段哦。比如说呢，那些教主会创造一种无助的情境，家人会死掉或者是你会万劫不复之类的这一种场景之后呢，教主就会提供一个温暖又美好的未来选项。这样子呢，一啖砂糖一啖屎黑白脸切换的这个操作之下呢，信徒呢反而会更相信教主，也更容易被驯服。Step 7，认知失调。当信徒呢遇到2种相互冲突的这个矛盾信念的时候呢，追求前面讲到的这个前后一致的大脑呢，就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通常大脑为了要消除这种不舒服呢，就会驱使信徒呢去找理由，自我合理化。就举个例啦比如你花了很长的时间排队吃一碗限量的高价炒饭，可是你却觉得不好吃那这时候呢，你的大脑就为了要说服自己所以呢就会开始找理由。哎呀，至少分量蛮大的嘛至少这个装潢也是蛮漂亮一下的你的大脑呢就会硬去找这个优点呢来欺骗自己，让你觉得呢你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所以呢，在邪教当中这种心理呢就更加极端了。这些信徒因为团体的这个压力，让他们不得不接受教主的价值观，即便是他们发现了一些事情可能违反常理，但是他们大脑呢还是会继续的欺骗自己，并且认为呢一切都是有更加崇高的意义，可能他的 level 还不到罢了。有案例就是有信徒呢就被教主呢性侵之后，反而会拼命的祷告，恳求上天呢让他爱上教主，借此来合理化教主对他的行为，以舒缓他大脑的矛盾感。
Step 8， 人人都是加害者。有一种邪教的案例呢，就是某一位信徒呢，他就被教主性侵之后，他就试图的逃跑，但是呢，竟然被其他信徒抓回来，而且呢，大家还联合去干扰政府的这个调查，甚至呢，还销毁这个证据。你是不是会很好奇啊？为什么其他人会愿意呢，跟这个教主一起当加害者呢？这个国外呢，就曾经有一个实验，这个实验中的这个老师呢，他就必须要电击回答错误的学生。那当学生开始痛苦惨叫的时候呢，多数的这些老师啊，都会于心不忍而停止的。可是当实验人士呢安排一位象征着权威的人在这个老师的旁边命令老师的时候，多数的这一些人啊，竟然为了要服从权威，竟然继续电击。那邪教呢，就是利用这种心理机制呢，让一部分的信徒成为打手，而且呢，他们还会穿上特定的制服，因为呢，制服就会衍生出一种去个人化的心理，进入一种呢，就算是我打人，也不是我打的，我只戳一拳而已吗？其他人也是有打，我只是服从命令而已。就是在这种一层又一层的推卸及责任分散当中呢，大家就成为了加害者，可是呢，却没有人觉得自己应该负上全责。好 ，So 今天我们听完了这么多呢，这个邪教的套路，是不是觉得这个世界很危险呢？其实呢，这些心理学并不危险，真正危险的呢，是来自于居心不良的人性而已。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了解这些操作方式，让自己保持清醒，避免受害，更不要成为其中一位加害者。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呢？经历过被洗脑啊，或者是盲目崇拜着某一些人呢？刚刚有提到，最近台湾 YouTube 圈呢，也是一直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一些什么洗脑的操作啊，什么心灵课程、邪教之类的这一些讨论，看了之后真的觉得好可怕。如果说你有特别的想法想要交流的话，记得在留言区跟我们留言一起分享。当然，也可以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给有需要的人哦。那我们荧光笔工作室下一支影片再见。